前几天呢，在车友群一个玩砧板的一个车友发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头啊，他们在一个水潭里面钓到了一种桂鱼。这个桂鱼啊，一直是我想要解锁的物种，于是我就试着循着线索来找一下这个水潭。有兴趣的朋友啊，试着看着我的视频找一下线索，看能不能跟我一起找到这个水潭。按照我的推断啊，过了这个水坝，沿着这个溪流就能找到那个水潭了。咦，这个是蝴蝶吧？它屁股一直在滋水，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我开始顺着水流往下走了。这个山谷里面很多石头的纹路都是这样的，好特别啊！沿着溪流走，想要不湿鞋是不可能的了。哇，这水还挺凉的。很快我就遭遇了第一个水潭，这个很明显啊，不是钓到桂鱼的那个水潭，因为他们钓鱼的那个水潭很明显有个废弃的电站，要穿越这些水潭呢，湿鞋湿裤子是在所难免的啦。我的目标是不湿内裤。我靠，怎么又来一个水潭啊？哎，还好这里有一条路。我的天，这个路实在不好走啊！这虽然没有很高啊，但是摔下去一定会很惨吧？我去，又来一个水潭，这个水潭没办法了，只能硬躺过去了。不知道这一下能不能保住内裤啊？哇塞，真的有点深哦！先把放在裤兜里面的手机放到背心的口袋里面。好了，我的内裤不保了。哇塞，终于看见那个废弃的电房了，我们赶紧打一竿，看一下有没有口。有了，看到了。既然已经发现目标鱼在这里了，我们去下游那里看一下，看看下游的密度会不会比这里高。这个桂鱼啊，一般藏在那些石缝里面的，我们抛过去看一下。等鱼饵沉底以后，慢慢收过来。然后呢，你会看见鱼会追饵的。我们试着收慢一点，挑逗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咬钩。嘿，好家伙，真的咬钩了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新解锁的木叶桂。当然了，来探点肯定是什么工具都带齐的，我就带了个手竿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其他特别的鱼种。果然呢，这里有发色很漂亮的长鳍鬣，应该是没错。认真看它的嘴型和锥心，应该是长鳍鬣了。好了，天色已黑了，也要撤退了。最终啊，收获了2条木叶桂。哇，你看这条大的已经变成流矢的发色了，这条小的就还好，发色我挺喜欢的。好的，看到这里，那么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能猜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吗？要是猜到的话，就一起过来解锁木叶桂吧。我猜你会说没关系，这不要紧，谁能为真理不偏不倚？愿我放下情绪和那些辉煌的事情，用所有诚意对你说一句对不起。